每当日历翻过最后一页，烟火在夜空中绽放，世界似乎都在庆祝新的开始。但在这喧嚣的背后，许多人的内心却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焦虑与沉重。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刻被迫面对过去一年的遗憾，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些错过的机会，以及那些我们曾经许下却未能实现的诺言，像是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们的心头。这种新年的焦虑并不仅仅是因为时间的流逝，更是因为我们对未知的恐惧。我们害怕在新的一年里，自己依然会重蹈覆辙，依然无法摆脱那些旧有的习气与痛苦。我们总是幻想着新的一年，新的自己，仿佛只要时钟敲响12下，过去的一切就会自动归零，我们就能奇迹般的脱胎换骨。然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塞内卡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灵魂，改变天空又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如同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外在环境的改变，甚至是时间节点的跨越，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内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带着同样混乱、焦虑和贪婪的心智进入新的一年，那么无论这一年的数字如何变化，我们的生活依然会是旧日的重复。试着回想一下，你在去年这个时候是否也许下了宏大的愿望？你是充满了希望，还是带着一种逃避现实的渴望？希望新的一年能拯救你于水火之中。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真正的重新开始从来不是依赖外在的时间节点，而是依赖于我们内在认知的转变。我们必须明白，过去已经死去，它不再属于我们。无论我们在那里留下了多少遗憾或辉煌，它都已经成为了不可更改的事实。沈溺于过去，只会让我们失去把握现在的力量，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当时间的奴隶。这种对过去的执着，往往源于我们无法区分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什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别人的评价、职场的挫折，还是感情的失去，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当我们在新年的门槛上频频回头，试图去修正那些已经发生的剧本时，我们就像是一个试图倒流河水的渔人，徒劳无功且筋疲力尽。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时间，而是更多的智慧，一种能够让我们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在遗憾中找到平静的智慧。这正是斯多葛哲学能给予我们的礼物。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像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那样思考，将每一天都视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将每一个清晨都视为一次神圣的重生。他说，当你早上醒来时，想一想活着、呼吸、思考、享受爱是多么珍贵的特权。这种心态的转变能让我们从对未来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转而专注于当下这一刻的行动。新的一年不应该是压力的来源，而应该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拥有的只有此时此刻，只有手中的这一步路。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本能总是倾向于忧虑。我们担心经济的波动，担心家人的健康，担心自己在社会竞争中落后。这种焦虑在新年伊始往往会被放大，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要在新的一年里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成就，而在于我们内心的品格和宁静。如果我们无法在内心建立起一座坚固的堡垒，那么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轻易地摧毁我们的平静，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随波逐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沈下心来，在热闹的庆祝声中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这不是要我们变得冷漠无情，或者放弃对生活的追求。恰恰相反，斯多葛主义是极具行动力的哲学。它要求我们在看清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在接受了命运的无常后依然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套可以实际操作的心灵体操。它能帮助你清理心灵的杂草，为新的一年腾出成长的空间。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一起走过一段心灵的旅程。我们不会给你那些空洞的励志口号，也不会许诺你一夜暴富的秘籍。我们将借用古代智者的智慧，剖析那些困扰我们已久的思维误区，学习如何像战士一样面对生活的挑战，像圣人一样保持内心的平和。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何优雅地放下过去的包袱，如何用一种全新的、坚不可摧的视角去审视即将到来的一年，让这一年真正成为你生命中的转折点。
我知道，此刻你的心中可能仍有疑虑，你可能觉得自己的问题太过复杂，或者觉得哲学太过遥远。但请相信，这些流传了2000多年的智慧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性最深处的共性。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你都拥有重新构建自我的能力。我们将一步步拆解斯多葛主义的核心工具，让你看到平静不是运气的恩赐，而是一种可以通过练习获得的技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暂时忘掉那些未读的邮件、未完成的清单和对未来的恐惧。让我们把心沈下来，跟随古代哲人的脚步，去探索那条通往内在自由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更是为了迎接一个全新的、不再被焦虑裹挟的自己。请记住，这扇门一直开着，钥匙就在你手中。现在，让我们一起转动它，走进这个充满智慧与力量的殿堂，开始这场关于重生的对话。为了在混乱的新年伊始找到真正的立足点，我们必须引入斯多葛主义最核心也是最强大的心理工具——控制二分法。艾比克泰德，这位曾是奴隶的伟大哲学家，在他的手册开篇就教导我们，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有些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这听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痛苦的根源往往来自于我们混淆了这两者的界限。我们在新年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试图去控制那些根本不属于我们掌控的事物，比如未来的经济形势、他人的看法，甚至是我们最终能否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我们许下新年愿望时，我们习惯于设定基于结果的目标，例如今年我要升职加薪，或者我要让某个人爱上我。然而，斯多葛学派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危险的赌博，因为升职与否取决于老板的决策和公司的状况，感情的发展取决于对方的意志，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当你把幸福寄托在这些你无法完全掌控的结果上时，你就主动交出了心灵的平静，成为了运气的奴隶。一旦事情不如预期，你就会感到沮丧、愤怒，甚至觉得这一年又是一个失败的开始。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取决于我们的呢？是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厌恶。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心智的运作方式。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工作的努力程度，但无法控制是否获得奖励。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但无法控制他人对我们的回报。在新的一年里，如果你想获得坚不可摧的平静，你就必须学会将关注点从该部 K 卡转移到内部意图上来。这不是让你放弃追求，而是让你改变追求的目标、设定方式，将赌注压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压在命运的轮盘上。让我们用一个经典的斯多葛比喻来解释这一点。一个射箭手，他可以尽全力保养他的弓，精挑细选他的箭，专注的瞄准，并在最完美的时刻松开手指。这一切都是他能控制的，是他的内部意图。但是，一旦箭离弦而去，一阵突然刮起的狂风可能会改变箭的轨迹，或者目标物突然移动了位置。箭是否射中红心，这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了。一个斯多葛式的射手会因为自己完美的准备和专注而感到满足，他不会因为风把箭吹偏而崩溃。将这个智慧应用到你的新年计划中，不要把目标设定为我今年要赚100万，而要设定为我每天都要精进我的专业技能，并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商业机会。前者包含了运气的成分，后者则完全取决于你的行动。当你把成功的定义从达成结果修正为尽力而为时，你就夺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幻莫测，只要你坚守了自己的准则，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你的内心就是胜利的。你就拥有了一种任何人都夺不走的自信与安宁。掌握了控制二分法，我们就能更清晰地处理关于过去的沉重包袱。许多人在进入新的一年时，不仅背负着对未来的焦虑，更拖着对过去一年的悔恨。我们反复咀嚼那些失败的时刻，想着如果当时我那样做就好了，或者沈浸在失去某人的痛苦中无法自拔。但在斯多葛哲学的视角下，过去是绝对属于不可控制的范畴。无论你多么后悔，无论你流多少眼泪，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永远无法改变。塞内卡曾说，过去的一切都属于死亡。这句话听起来残酷，
但实际上充满了治愈的力量。它提醒我们，纠结于过去就是试图去唤醒死者，这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对当下生命的浪费。当你在为去年的错误而折磨自己时，你实际上是在进行二次受苦。第一次受苦是事件发生时的痛苦，而随后的无数次受苦都是你通过回忆和懊悔强加给自己的。我们必须明白，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战场，带着旧伤口的疼痛去战斗，只会削弱你的战斗力。要真正放下过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遗忘，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接纳。斯多葛主义提倡一种叫做命运之爱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忍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去热爱它。去年的挫折、失败、心碎，这一切都是构成此刻你的必要元素。如果没有那些痛苦的经历，你就不会拥有现在的觉察，也不会在这个时刻寻求哲学的指引。试着把过去一年的所有经历都看作是命运为你量身定做的训练课程，他们是为了磨练你的品格而存在的。这种视角的转变能让你从受害者的角色中走出来，变成一个学习者。不要问为什么这些倒霉事发生在我身上，而要问这些经历教会了我什么，让我如何能在新的一年变得更强大。当你能够从痛苦中提取智慧时，痛苦就失去了伤害你的能力，转化为了你的资产。这就是斯多葛式的炼金术，将铅一般的沉重遗憾转化为金子般的宝贵经验。只有当你真正感谢过去这一年的一切，无论好坏，你才能轻装上阵，迈入新的篇章。为了践行这一点，我建议你在这几天做一个简单但强大的仪式。拿出纸和笔，列出去年让你感到遗憾、羞愧或痛苦的事情，不要逃避，把细节写下来，直面它们。然后在每一条旁边写下这件事属于不可控制的事实，并写下你从中学到的一个教训。最后，这张纸烧掉或撕碎。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徵性的动作，这是一个心理暗示，告诉你的大脑，这些事情已经结算完毕，它们已经转化为智慧，剩下的情绪残渣已不再属于你。在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之前，请记住，区分能控制与不能控制，并无条件接纳不能控制的一切，是通往自由的第一步。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抱怨的权利，放弃扮演受害者的舒适感。但这正是成人的代价，也是获得平静的代价。当你不再与已经发生的现实对抗，不再试图控制不可预测的未来，你会发现你的内心腾出了巨大的空间，这空间正是为了容纳当下的喜悦与专注而准备的。我们常常像是一个背着沉重登山包的旅行者，包里装满了去年的烂石头，却抱怨新年的路途太艰难。现在是时候解开背带，把那些石头倒在路边了。你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你的苦难，你只需要轻盈的脚步去丈量前方的风景。斯多葛主义不是要你变得麻木，而是要你变得精准。精准地投放你的精力，精准地管理你的情绪，精准地活在当下。如果你能将这种思维模式带入新的一年，你将会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当别人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惊慌失措时，你依然能像岩石一样屹立不倒，因为你知道你的根基不在外部世界，而在你的内心。你不再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因为你已经把自己锻造成了一艘能够驾驭任何风浪的船。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内在城堡，一个无论外界如何喧嚣，始终保持宁静与秩序的神圣空间。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如何利用时间，这个我们最宝贵也最容易被浪费的资源。塞内卡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对我们挥霍时间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这对于我们规划新的一年有着振聋发聩的启示。我们不仅要学会放下过去，更要学会如何正确地占有现在。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面对死亡的阴影来激活生命的活力，以及如何用预演不幸来消除对未来的恐惧。请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将会进一步挑战你的直觉，但也将为你带来更深层次的解放。我们已经清理了地基，现在我们要开始在这块前进的土地上一砖一瓦的建造属于你的斯多葛式生活。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区分控制权，并放下了过去的重担，现在我们必须解决另一个阻碍我们平静新年的巨大障碍，对时间的误解与对未来的恐惧。
塞内卡在《论生命之短暂》中曾发出振聋发聩的感叹，并不是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每到新年，我们总觉得自己拥有一整年的时间挥霍，于是我们把重要的计划推迟到明天，把对家人的关爱推迟到以后。这种对时间的无限错觉，正是我们生活平庸、焦虑滋生的温床。我们像长生不老者一样生活，却为琐事像凡人一样恐惧。为了打破这种惰性，斯多葛主义给了我们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那就是死亡审思。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消极，甚至在喜庆的新年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但请听我说，这恰恰是对生命最热烈的拥抱。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医生告诉你，这不是你的新的一年，而是你的最后一年，甚至是最后一个月，你的生活优先级会发生怎样的巨变？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职场勾心斗角，那些因为面子而无法释怀的争吵，在死亡的背景下，还会显得那么重要吗？马可·奥里略常常提醒自己，你可能此刻就会离开人世，让这决定你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这句话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为了赋予当下极致的重量。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时，我们就不敢再随意挥霍时间，我们就会从无休止的拖延中惊醒。在新年伊始，不要只是祝自己快乐，而要提醒自己时间有限。这种紧迫感会过滤掉生活中的杂讯，让你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你的品格、你的爱，你对世界的贡献，这才是新年最应该有的觉悟。然而，除了对时间流逝的忽视，我们对未来的恐惧也是平静的大敌。我们害怕经济衰退，害怕失业，害怕孤独。现代心理学常教导我们要积极思考，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斯多葛主义者却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却更为有效的策略，预演不幸。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防御性的心理疫苗。与其盲目乐观地期待新的一年一帆风顺，不如在心理上提前演练最坏的情况，从而消除对未来的恐惧。想象一下，如果你最担心的裁员真的发生了，那会怎样？与其让这种恐惧在潜意识里折磨你，不如主动把它拉到意识的聚光灯下审视。你会失去收入，你会感到羞耻，你可能需要搬到更小的房子。然后呢？你会饿死吗？大概率不会。你依然拥有你的技能、你的健康、你的理智。当你直面最坏的结果，并意识到即使那样你也依然能够生存，甚至能够找到新的出路时，恐惧的怪兽就会瞬间缩小。你剥夺了未知的神秘感，也就剥夺了它伤害你的力量。塞内卡甚至建议我们不仅要在脑海中演练，甚至要偶尔在生活中实践贫穷。试着在几天里只吃最粗糙的食物，穿最破旧的衣服，然后问自己，这就是我所恐惧的情况吗？当你发现贫穷并不可怕，失去身外之物并不会损害你的核心价值时，你在新的一年里就会变得无比大胆。你不再因为害怕失去而畏手畏脚，你将敢于冒险，敢于追求真理，因为你知道你的底线是坚不可摧的。这就是斯多葛式的自信，不是因为相信运气会好，而是因为知道即使运气最坏，我也能应对。这种预演不幸的练习还能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巨大的感恩。我们现代人常常陷入享乐适应的陷阱，对拥有的舒适习以为常，总是渴望更多。但当你花几分钟想象失去了现在的伴侣、健康或工作，然后睁开眼睛发现这一切依然属于你时，一种深层的喜悦会油然而生。你会发现，原来你已经拥有了这么多值得庆祝的事物。新年的快乐不应该来自于获得更多的新东西，而应该来自于重新发现并珍视你已经拥有的旧东西。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外界的声音总是在制造焦虑，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别人完美的新年开局，让我们感到相形见绌。但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不要看向别人的餐盘，专注于你自己的碗。别人的成功与你无关，别人的评价也不定义你的价值。你需要建立一座内在城堡，在这座城堡里，理智是国王，外界的噪音无法入侵。当你练习了死亡审思和预演不幸，你就为这座城堡修筑了最坚固的城墙。我们还必须警惕那些偷走我们注意力的现代陷阱。手机、新闻推送、无穷无尽的娱乐，都在试图瓜分我们有限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如果你想获得真正的平静，就必须学会做减法。
斯多葛主义者是极简主义的先驱，他们懂得少即是多，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减少对信息的贪婪，减少对物质的执着。当你剔除掉生活中那些多余的装饰，你才能看到生活原本的质地，你才能有精力去雕琢你的灵魂。试着把新的一年看作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而你就是那个雕塑家。斯多葛哲学就是你手中的凿子和锤子，你需要剔除掉那些恐惧、虚荣、懒惰和贪婪的碎片，才能让内在那个强大宁静的雕像显露出来。这过程会痛苦吗？当然，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当下的每一天都在与过去作战，但这种痛苦是成长的阵痛，是重生的代价。让我们把视角拉得更远一些，想象你站在宇宙的边缘，俯瞰这个蓝色的星球，俯瞰你自己这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在浩瀚的宇宙长河中，你今年的烦恼、你的焦虑，甚至你的成功，都是微不足道的尘埃。这种宏观的宇宙视角是斯多葛学派用来治疗自我中心病的良药。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你就不会再为琐事抓狂，你会感到一种与万物合一的宁静。你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但你看待问题的维度升级了。在即将进入最后的总结之前，我想请你再次审视你的新年愿望清单，里面有多少是为了取悦他人，有多少是源于恐惧，有多少是真正为了提升你的灵魂。如果这份清单让你感到沉重，那就撕掉它。你需要的是一份斯多葛行动指南，每天早晨预演困难，每天中午审视判断，每天晚上反思过失。不要追求完美的一年，追求进步的每一天。我们已经武装了头脑，清理了心灵，我们明白了控制的边界，学会了与过去和解，并敢于直面最坏的未来。现在，你不再是那个在暴风雨中瑟瑟发抖的孩子，你是一位准备出海的船长。风浪依然会来，但你已经有了罗盘和舵。在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将把这些智慧整合成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每日实践系统，让你带着一种庄严而平静的力量，真正的开始你的新生活。请记住，哲学不是挂在嘴边的谈资，它是灵魂的药膏，是行动的指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将这种哲学融入到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中，让你在新的一年里，无论遭遇什么，都能保持那份不可征服的微笑。这不仅仅是关于度过新的一年，而是关于如何度过你余生的每一天。准备好迎接最后的升华了吗？让我们继续前行。哲学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清谈中显得聪明，而是为了将灵魂打磨成一把能够切开生活迷雾的利刃。如果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控制二分法、命运之爱、预演不幸，只停留在认知的层面，那么这对于你即将到来的新年将毫无帮助。知识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站在鸿沟的这一边观望，而斯多葛主义者则是那个勇敢跳过鸿沟的人。真正的新年决心不应该写在纸上，而应该刻在你的神经回路里，体现在你每一次面对诱惑和困难时的选择中。那么，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的每一天应该是如何度过的呢？当你明天早晨醒来，不要急着抓起手机查看世界的混乱，花5分钟时间，像马可·奥里略那样告诉自己，今天我也许会遇到傲慢的人、忘恩负义的人、粗鲁的人，但他们无法伤害我，因为我已经看清了善与恶的本质。这不是在诅咒你的一天，而是在穿戴你的精神盔甲。当你预先接受了世界的不完美，那些原本会让你暴怒的琐事，堵车、同事的冷言冷语、咖啡洒在衣服上，就会变成微不足道的尘埃，轻轻拂去即可。在夜晚结束时，我们需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仪式——塞内卡式的灵魂审计。在入睡前，闭上眼睛回顾这一天，我在哪里失去了控制？我在哪里被情绪绑架了？我在哪里表现得比昨天更好？不要带着自我惩罚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儿，而要像一个公正的法官审视案卷。对于做得不好的地方，告诉自己，明天我会改正。对于做得好的地方，给予自己内心的认可。这种持续的反馈循环是斯多葛主义者自我进化的引擎，它能确保你的新的一年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在螺旋上升。
我们还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好的一年。社会告诉我们，美好的一年意味着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更多的享乐。但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唯一值得追求的善是美德及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如果在这一年里，你虽然遭遇了经济损失，但你保持了正直；虽然遭遇了背叛，但你保持了善良；虽然遭遇了疾病，但你保持了坚韧，那么在斯多葛的标准下，你就度过了极其辉煌的一年。外在的得失是命运的剧本，而你如何演绎才是你的成就。试着将你的生命想象成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而生活中的困难、挫折，甚至灾难，就是扔进火里的木头。对于一堆微弱的火苗来说，一根湿木头可能会让它熄灭，但对于一堆猛烈的篝火来说，任何扔进去的东西都会变成燃料，让火焰燃烧得更旺。马可·奥里略曾说，阻碍行动的因素会促进乙行动，挡路石会成为垫脚石。新的一年，立志成为那堆烈火吧。不要祈求生活不给你扔难题，而要让自己强大到可以吞噬任何难题，并将其转化为光和热。这种心态的转变会让你与这个宇宙建立起一种深刻的连接。斯多葛学派称之为同感。当你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与世界对抗的孤立个体，而是看作宏大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时，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你的痛苦不再仅仅是你个人的悲剧，而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你的每一次坚持不仅是在救赎自己，也是在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理性的秩序。这种宏大的视角会消融你的孤独感，让你明白你在这条道路上从不独行。我们还要警惕永远活着的错觉。很多人把新年当作一个无限循环的起点，觉得今年做不到，还有明年。但斯多葛主义者深刻地知道，死亡是我们最忠实的伴侣，它时刻在我们身边徘徊。这不是悲观，这是极致的清醒。如果你把今年当作你生命的最后一年来过，你会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吵、虚荣的攀比和无休止的拖延上吗？肯定不会。你会迫不及待地去爱、去创造、去体验、去原谅。死亡的阴影恰恰是生命色彩最鲜艳的背景。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等到1月1日才开始改变，因为日历上的数字只是人为的约定，而时间的河流从不停歇。当下的这一刻就是新年的开始。当下的这一个选择就是新生活的起点。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段文字，说明你的内心深处已经苏醒，你已经厌倦了被动的随波逐流，你渴望掌舵。那把舵就在你手中，它由你的意志打造，由你的理性指引。不要犹豫，握紧它。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能够给予你最大安全感的，不是银行存款，也不是他人的承诺，而是你自己那颗不可征服的心灵。当你通过斯多葛的练习，建立起那座坚固的内在城堡后，你会发现，无论外面的世界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普照，你的内心永远是一片宁静的避风港。那里没有焦虑，没有恐惧，只有对真理的热爱和对命运的顺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一种不依赖于外界条件的自给自足的幸福。这条道路容易吗？绝不容易。它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需要你时刻保持警惕，与自己的本能作战，忍受孤独和误解。但这也是一条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够保持清醒、冷静和仁慈，是一种稀缺的超能力。当你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在混乱中保持秩序，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激怒中保持沈默，你就已经超越了凡俗的琐碎，触摸到了神性的边缘。我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不仅仅是获得了快乐，因为快乐是短暂且易碎的。我希望你获得的是力量与平静。我希望当明年这个时候，当你再次回首时，你看到的不是一连串的遗憾和借口，而是一个战士留下的坚实脚印。你没有逃避生活，你迎面走向了它。你没有被命运击垮，你拥抱了它。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敬意，也是给自己最好的新年礼物。让我们把这些智慧打包，装进你的行囊，不要让它们随住视频的结束而消散。把它们写在你的日记本扉页上，贴在你的镜子上，设为你的手机壁纸。时刻提醒自己，控制你能控制的，接受你不能控制的，并拥有智慧去分辨这两者。
这句简单的祷文蕴含着改变命运的力量。现在，深吸一口气，感受生命在你体内的流动。准备好了吗？你的新生活从这一口呼吸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即将结束，但你的实践才刚刚开始。我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像古代的斯多葛学员一样，互相支持，互相提醒。你的每一次点赞，每一个评论，都是在这个社区里点亮的一盏灯，照亮彼此前行的路。如果你觉得这些古老的智慧触动了你，如果你准备好在新的一年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请不要吝啬你的行动，在评论区留下这句话：新的一年，我掌控我的内心。这不仅是一个留言，这是一个庄严的誓言，是你对自己潜意识下达的指令。我们会阅读每一条评论，因为每一个觉醒的灵魂都值得被见证。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个随波逐流的世界里选择做一块坚定的岩石。如果你想在新的一年里持续获得这种心灵的力量，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那颗小铃铛。这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数据，而是为了确保在未来的日子里，当你感到疲惫、迷茫或焦虑时，我们能第一时间为你送上精神的补给。我们将继续挖掘斯多葛哲学以及其他伟大思想的宝藏，为你提供更多实用的心理工具。我们是战友，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战斗中并肩作战。最后，我想引用艾比克泰德的一句话作为我们新年的寄语：还要等多久，你才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最好的生活？不要再等待了，朋友。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不要等待别人的许可。最好的生活不在未来，就在你决定践行美德的每一个当下。去生活吧，像一个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那样，无所畏惧，内心宁静。祝你在新的一年里灵魂强韧，不可战胜。我们下个视频见。